大家好，今天呢是2022年的12月14号我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年最后一次 FOMC， 也就是美联储议息这个会议的这个内容，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会议带给了我们什么信息。整体上来说，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今天其实是非常鹰派的一个发言再加上现在所处的一个位置，我想跟大家分享包括很多投行对于明年的这种展望和我们如何来应对当下的走势。那么我们是否还有一个叫做 Santa Rally， 那么针对这个位置我们是如何应对的。所以呢，今天呢主要是针对这个宏观的一个消息进行一个策略的一个分享。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很多朋友都在问这个关于特斯拉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呢在针对特斯拉再进行一个更新，了解一下关于特斯拉的这个走势。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的这个想法。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今天的这个利率会议。那么今天的话，首先是利率决策是上涨50个基点，也是半个这个0.5% 的这么一个增长。那么这里面我们说它鹰派在哪儿呢？首先我们要看这个点阵图，今天给的点阵图，这个里面今天它给出的一个目标的一个利率是比上一次还要高的比上一次还要高。那么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今天它是给出了一个超过上一次预期的这么一个数字。那么在我们之前这周才出了 CPI 的数据是低于市场预期的数据以后，那么它仍然给出了一个高于预期的这么一个终端的利率决策。那么同时呢，它这里面又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对 GDP 的预期是有一个调整那么同时还要对什么呢？还要对通胀的预期进行一个提升。那么呢，他回答问题的时候，鲍威尔提到了几个非常重要的点。那重要点的是什么呢？说这个还有更多的这么一个加息，而且呢，他并没有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说我们这次就是一定要什么呢？就是一定要这个停或者说降息，而是说他会选择性的，他讲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话会选择根据数据来选择，就是这个位置上是停一段时间还是继续加。那么整个市场的一个反应，首先是先跌完之后呢又拉回来跌完又拉回来之后又跌，那么就今天是一个上下翻飞的一个震荡的这么一个行情。那我们来看这个点阵图，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一个点，就是这点阵图有两个人甚至给出了 5.75 的这么一个终端的这么一个预期那么有一个人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这个真是变态他就是2024、2025都维持在5.75 的这么一个预期，就是没有任何变化。那么这真的是极鹰。那么在2024年的话，有一部分人给出的终端利率是来到4点多4.15好像是。那么后面的话有鸽有鹰，那么这就是有分歧。那么这个2025年的话，大部分人呢，有人认为会回到 2.5， 有人会回到这个，有人甚至认为还在 5.75。那么就要看这个整个的通胀能不能下去了能不能下去。那么整个市场上的这个反应来说是相对比较平淡的。那我们一会儿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市场上这个反应是比较平淡的。其实呢也是有迹可循主要是跟这个时节、跟这个时间，还有跟这个还有跟市场上这个当下的这个多空的这么一个变化是有关系的。所以主流媒体的这个分析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从这个整个的这个分析来说，我们如果是这个 FOMC 是发生在前几个月，那么这个将引发一个非常大的 sell off 或者下跌，但今天呢没有反应那么厉害。那么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跟大家也一起来分享一下。对，那昨天和今天呢，我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就是这市场上在 Sentiment Trader 上看到的，就是它的这个 option 的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个位置上其实你很难预判到它会大跌。所以说在12号的话，我们发现它这个位置上大跌，不太会大跌那么同时在昨天的话，我们也看到说这个位置上又有两个比较有明确的这种假突破那么所以说这个位置上一个是上涨的空间不大，那另外一个位置上呢，市场上又说什么呢？又对整个市场上风险进行了充足的一个保护
那么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市场上会出现这种震荡盘的一个原因之一。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讨论和学习，我们为粉丝们建立了交易之刃的 Discord 讨论频道，在这里大家可以跟很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一起来讨论学习，分享股票的知识。那我们再跟大家来看一下市场呢，这个市场上这个逻辑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我其实想说的是说那么市场上的逻辑其实已经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市场在定价一个所谓的衰退交易所谓衰退交易。那么在这个位置上那我们说，那么市场会预期后面也就是明年会有几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出现了一个温和的衰退。那么这个温和衰退的话，我之前分享过一个图表那么这个图表上是讲的是我们包括我们的 PE 和 per share 就 EPS它们的价格的不同。那么比较差的，我直接就在图上给大家标注了那么比较差的一种情况呢，是我们出现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么一个衰退。那么这个严重的衰退让我们整个的 EPS 从今年的这个230多就是降到了220或210，那么是一个相当于一个温和性的一个衰退。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如果要达到一个，我们用 calculator 来算一下那么如果我们说是个温和衰退，有大约10%到15%的空间，那么从现在230我们跌23，那么差不多在205附近。那么如果你的PE 随着它降低成为15倍的话，那么它大约就在3075，也就是3075，也就是3100的这个位置上。那么这个时候你去画一条线也就现在差不多就是一个3075，那么差不多就是我们画到这个位置上这个位置上那么就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如果画在这个位置上的话，那么这个位置是什么位置呢？这个位置正好是大约是一个我们画到3075，对，那么就是上一次2020年弹起来做盘整的这个位置。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EPS 在明年的是一个温和衰退，或者说不是温和衰退，是严重衰退。那么这个时候的 PE 来到一个比较低的值，大约可能是13。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比较低的值，那比如说我现在只有190，那么就是非常大的衰退了。那么这个时候你的极限可能是来自于2400。2400可以说是我们一个非常极限的位置。那我给大家这个价格的意义不是用于预测，而是想跟大家说，如果万一真的有那一天来到这个位置上，你不要去恐慌，而是在这个位置上进行一个大胆的买入。那么这个2400的这个位置上，或者2300也好，2400位置，那其实就是来到了18年和20年的这么一个低点。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么一个衰退那这个严重衰退差不多就是这个2点作为我们一个低点了。那么这是2个比较悲观的情况。那么有没有比较乐观的情况，就是市场上没有出现一个温和的衰退，反而是 hold 住了。那么我们的 EPS 仍然维持在230，那我们的还能给出将近多少呢？还能给出将近18倍的 PE。那么这个时候它是非常乐观的情况下，那么它的价格可以来到41004140，那么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情况。那么还有没有极度乐观的情况？那极度乐观的情况是我们的 PE 就是说它还有增长。大家注意，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 PE 会就是越 EPS 越低给的 PE 越低呢？因为市场上还会有预期它的一个增长，也就是当你增长的时候，你这个时候的 PE 才会给的高因为是我们就是不仅经济上非常好而且能给出一个很高的 PE， 比如20，那么这个时候赚的非常饱满，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仍然维持230，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这个价格就来到了多少呢？4600甚至是4700，那么你就来到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大家可以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相对我们如果从中长线的一个布局上的角度来说，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高点作为一个红色线2个高点作为红色线。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个红色线所在的位置，其实一个乐观位置就是在这个位置，也就是现在市场是处于一个比较对未来非常乐观的一个状态。那么它并没有向一个悲观的位置上走没有向悲观的位置上走。那么这就意味着说，市场上现在是在定价一个相对乐观的情况，也就是使美联储上次大家疯涨的那一次所带来的什么呢？就是所谓的一个软着陆的可能，也就是市场在定价这个软着陆。
那么好，我们回到一个什么呢？我们回到技术分析上来。回到技术分析上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市场上的上涨过程中，我们画了一条趋势线。那么在这个趋势线上，趋势线上我们可以看到它出现了一个对于整个趋势上的一个压制啊，那是一个压制。那么这个压制其实在技术上为什么呢？它会有这个压制，是因为我们刚才画出来的那个线，也就是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可以判断出来它是一个乐观的一个数值的这么一个区间了。那么如果作为一个场外的资金，你这时候有钱的话，你可能不会选择在这个位置上进行买入，因为你可能认为向上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向上这是极度乐观的情况下，你的这个空间可能只有将近400-500点，而如果你所承担的这个风险在下面可能多达什么1100点，也就是这是一个损益比达到只有 0.5， 也就是损可能有2倍于益的这么一个位置。而且大家注意，这个3085你要这个对4600和对应的应该是2400到2500的这个位置啊，所以那么也就是市场所处的这个位置是相对来说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也就是为什么市场上在这个位置上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卖压。那这是我们从长期的这么一个周期上讲啊。那么你说长期，我们从现在的这个环境和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就是自媒体时代，没有人愿意有任何的耐心去看所谓的长期和你分析一个公司的基本面，因为大家每天所关注的都是去猜第二天的涨跌，也就是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为什么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们所学习或者说我们所面对的一个市场其实是更加 A 股化的，或者说更加情绪化，也是更加有利可图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投资者就更加散户化或者说情绪化，就是因为大家连就是一个耐心的去看一个稍微长线一点的都不愿意看啊。那么这就是我们一个比较市场中大家需要注意的地方，那么也是我们可以说有利可图，因为在下降的过程中它可以非常恐慌，像上涨的时候它可以非常贪婪，这种波动其实就起来了。好，我们来再说一遍，就是再讲一下我的另外一个观察。那么我所看到另外一个观察是什么观察呢？就是我所看到的，大家注意我们一个市场上周线级别的底部大家知道我们在说周线反弹的时候，其实这个位置上抓到了，那么抓到所谓的一个反弹不代表说你就一定成功，因为你看到了一个所谓反弹，你可以抓到一个低点，但你什么时候卖出，那么这个位置上就是我们的一个卖出点。那么再向上的话，那你就自己去处理自己去处理。那么从周线级别上来看，我们可以看到，那么这个反弹的时间是非常长的，但是它的力度一般，其实就是3400到4000，那差不多就是550点。那有很多朋友可以说550点还少啊，对不对？就是较真儿的人嘛，是550点，但你要看到550个点在这个位置，也就是上涨大约15%左右，它所处在的这个时间是将近1、2、3、4、5、6、7、8、9、10、11、12，差不多将近3个月的时间的这么一个速度。大家知道，一个相当 solid 的底部真正实现的反转，它一定在第一步就要走出一个非常快速的行情，也就是说，大家看这个地方的一个低点这是下跌的整个下跌的过程，那么这样的话差不多大约4周就已经收复了50%的这么一个失地。那么大家看这个地方也是将近5周的时间收复了超过40%的失地，这是18年。好，那我们把钱推推我们看到08、09年是不是什么样的情况呢？08、09年的话，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熊市了但是这么大的一个熊市的话，它的这个上涨我不能说它收复了50%的失地，因为你看这个下跌的话跌的非常多，将近55%，这是一个是历史上几乎最大的这么一个下跌。但是它的这个上涨的过程中，大家看这也是一个快速的将近50%的这么一个上涨。那你看就是说，也就是将近2个月的过程中几乎全是阳线，它直接就从666来到了956，66到956，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力度很大的一个上涨那你其他的这个底部，那么都是牛市的，我们就不用判断，你都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大家可以回去自己去看。那么这个10年的话，其实有一个假的假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一波的反弹其实很强，但是呢就是就被打下去了。那么这个最后底部是做了一个很复杂的这么一个底，那弹起来之后，大家看这一波也是非常厉害的，也就是说在来到1163的这个位置的时候是1530到将近700多，大家看这是跌了一半，
那1半多的话呢，你这个回复的有多少呢？回复了有400多点，回复了400多点。有时候你在这个位置上跌了700多点上，这也是回复了400多点。所以有的时候朋友说非要去抄那个底的原因，就是因为为什么那么多人想抄底呢？因为底部确实是反的非常多啊，确实涨得非常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看道琼，那就是另外一个又是另外一回事了。那道琼这个地方就回复到了一个什么呢？回复的它整个下跌的这一部分中呢，回复了50%以上。那么你整个大家看这个趋势，道琼其实是走的就是什么？回到牛市这么一个趋势。那么市场上在我们当下社会当下的市场又出现了一个分化。那么如果仅看标准普尔的话，我想跟大家说，这个地方的速度是偏慢的。那么也就是意味着我的第一个观点，就是在当下，也就是1月份的话，可能会非常的危险。那么这就是我给大家分享，或者说我的这么一个观点。那么第二个观点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数字上的一个时间。那么随便打开，就是比如说我就说一微软吧，我随便打开微软吧，大家注意看啊，就是市场上一共有好几种力去做买和卖。那么一个呢是我们说养老金，还有呢就是一些 mutual fund， 还有一些 hedge fund。这些 mutual fund 和 hedge fund， 那么这些呢就是一个频繁交易的这些基金和不频繁交易的这些基金。那么还有呢就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力量，就是股票回购。那么股票回购是我们市场上现在买入的主要的资金。那么股票回购会在什么时候停呢？就是在比如说像微软，它的1月24号就是要公布财报，那之前的1个月，那么意味着之前1个月它的股票回购就要停。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窗口期3周到1个月之间吧，好像是。那么意味着说，从这个最早开始有财报的公司开始往前推这个时间的话，那么我们意味着从现在开始往后再过几天过了假期，股票回购的这个窗口将逐渐关闭。那么意味着市场上主要的买多的资金就将出现衰竭了就要出现衰竭了。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我们主要购买的力量，那么就是股票回购，还有就是一些空头了。那么这些空头随着市场中，我们注意，其实这段时间我们分享的就是市场上的这些看空的，也就是这些保护的一些衍生品，有下个礼拜，也就是这礼拜五，不是下礼拜，这礼拜五就是2天以后将有 3.2 个 trillion 要过期。那么这个位置上意味着它大约就在4000和4001之间的这么一个位置。那这个位置上确实是区间比较大，我们现在还没法给大家一个非常具体的我们的所收在哪里的位置。那比如说我们假设说就是4050这个位置上的话，那么它更大的概率就是在这个位置上进行一个震荡。所以我们短线的来说，我们刚才分析了，从中长线来说，市场上其实是一个非常风险非常大的。那么这段时间也跟大家分享了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关于衰退交易。那么这个衰退交易呢，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展开了那么风险在非常大的情况下，短期内的话，我们说假期这个时节又不特别利空，那么市场上走势自然就偏向于一个震荡。所以中长线的观点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很明确，就是市场上这个位置上是风险大于收益的。那么短线的这个位置上呢，就是偏于震荡，因为市场上有这么多的衍生品，那叫不吃白不吃嘛，这就是死钱。那么要把它进行一个横盘。那么从技术分析角度来说，这里有2个假突破，但底下的话有一支撑，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箱体的这么一个走势。你不管是做空也好，还是做多也好，其实就是走出这个箱体，走出趋势来之后，你再介入，完全没有任何问题。那么对于下周的话，我认为很多个股或者一些毛票，还有一些小型股、垃圾股可能会有一些机会，而市场上整体上就是比较清淡了。那么整个这个节日过完之后回来那么回来以后，那么从就是1月3号开始的那个交易日，大家开始要非常的小心，因为我们主要的购买力，那么不管是 CTA 策略还是回购还是回购窗口结束，然后很多的策略开始向下，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要小心市场上的这么一个变化。而且市场当下对衰退的估值，或者说对衰退的这个咱们说 price in 就是预估是不足的，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基本上就这个意思。好，那最后说一下特斯拉。特斯拉的话，我们在之前的一段时间跟大家分享了，就是说衰退交易其中一个逻辑，这个最倒霉的什么呢？就是这个靶子
什么叫靶子呢？就是特斯拉的，就是说每天几乎我们都在分析特斯拉，因为确实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这个特斯拉，包括我说就是衰退交易 Lululemon 的那个Lululemon 那个地方。那么我在这个地方其实分享了一个这个地方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图，还有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就是说衰退交易中特斯拉真的就是一个特别容易成为的一个靶子。那么衰退以后，那么这个就是说 margin 很高，成长很大，然后呢，它的这个估值又偏高的话，它就成为一个靶子。再加上现在的话，有很多人就是认为说这个地方就是伊隆它本身的这么一个参与政治所带来的风险。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特斯拉现在我们的一个分析是怎么来的，就是说特斯拉现在的问题是在于没有买盘。就说你现在任何卖出特斯拉的，他没有人愿意在这接。但是呢，你看这两天就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就是一个放量了。我想说的是说，我们对于一个市场走势的判断，或者说我们从一个公司基本面来说，我认为特斯拉现在是正在趋向或者走向一个买点，一个恐慌级的买点。那么我们把所有的都关掉以后，观看这个线我想分享的是，那么这是第一波的一个下跌。那么这是第二波的下跌，那么第二波和第一波相比，相对是有一个背驰的，所以我们这里有一小的买点左侧的，那么这里有一个买点，那么这是一个第一波下跌，这是第二波下跌，那么反弹上去之后没有成功，这是形成了均线上的一个咱们说的一个叫说全论中的失稳也好，你或者说什么其他也好，那么它形成的就是第三波的一个下跌。那么第三波下跌，除非走加速如果没有走加速的话，不出意外的话，那么这个地方速度一旦缓解下来之后，它已经完成了一个三波的这么一个冲击。那么一般来说，我们说一而再再而三，什么三而竭，对吧？就是我们击鼓这个三口气儿。那么在第三波冲击的话，它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就是出现一个市场上出现这种要不然衰竭，要不然的话是出现恐慌，也就是所谓的带血的筹码。大家可以回顾我们 A0 课程中分享给大家，就是带血筹码怎么来的。那么这个带血筹码是杀什么呢？杀这一波特斯拉有很多信仰者那这一波人可能赚了很多钱，这又一多人可能赚了很多钱。那么中间缺少盘整，就意味着缺少这个什么呢？缺少一个阻力或者是支撑。那么这个位置上的再向下的话，下一个阻力出现就是这儿。所以一旦它要快速的杀到这个位置上，我认为它的这个估值上来说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我会认为说在这个位置上会有一个140到150之间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买盘。那这是我的一个判断，那我会在这儿进行关注它有没有出现这种，今天日内是已经有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把这个系统关了，日内1分钟里面其实是出现了非常大量的，大家看这种大量的这种 sell off， 这些其实都是一个买的这么一个可能的一个出现。因为我们的买点无非两种，一种我们叫顺势而为，就市场趋势走上了之后，我们对趋势进行一个什么呢？顺势交易。那另外一种的买点是什么呢？叫做物极必反，就当市场上出现了严重的恐慌，也就是带血的筹码的时候，大家注意，从市场上你可以看到这个散户的情绪上也知道，都厌恶它到极限的情况下，它的向下的一个加速杀会出现一个我们左侧买入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地方呢要耐心的观察，我每天几乎都在更新特斯拉，很多人都在问，而且我也认为确实是难得的一个机会。那么大家呢就是说跟着我们耐心的去走，耐心的去做一定能抓到这样的。那么今天呢关于特斯拉的分析我们也分析到这里，然后有什么问题给我留言那我们下次再见吧，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拜拜。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的视频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那么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呢，请给我们点赞、转发、分享，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我们的 Discord 的链接也在下面，大家可以加入。还有就是如果想对我们的课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下面的 Teachable 的链接。那么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